培育孩子是一件兴奋却又充满挑战的任务，多数父母们都会尽自己所能把最好的给孩子，你一定会同意吧？大家好，这是我太太美娟，这是我丈夫若望。我们曾经在学员传道会服侍30年，目前是学员的特约同工。我们现在的服侍是家庭门徒事工，专注在建立婚姻，装备父母，培育孩子，成为跟随主的门徒。我们结婚已经33年，上帝的恩典是给我们4位充满活力的女儿，并且在培育他们的过程当中，有机会应用我们所学习的教养原则。培育孩子是一件兴奋却又充满挑战的任务，多数父母们都会尽自己所能把最好的给孩子，你一定会同意吧？是的，但父母的这份心意，要把最好的给孩子，会不会无意中让孩子成为父母心中的偶像呢？这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探讨的课题。圣经说，孩子是上帝的赏赐，也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有孩子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孩子不是问题，生孩子也不是问题。但是 Timothy Keller 在他 Counterfeit Gods 的书里说，当我们把孩子从一件好事变成一件终极的事时，就成为问题了。那意思就是，孩子本来是个祝福，父母爱孩子和看重孩子是正常的。但当父母爱孩子，看重孩子到一个地步，期望孩子来满足自己最深刻的渴望以及梦想，把自己的快乐、价值、成就，甚至人生的意义都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孩子就成为父母的终极目标了。这些原本是应该从上帝那里得到的满足，现在却转向孩子，希望从孩子那里得到。父母心中原本应保留给上帝的位置，却已经让孩子取代了。这样一来，孩子就成为父母心中的偶像了。那怎么知道孩子已经成为父母心中的偶像呢？有什么迹象吗？有的，那我们来看看第一个迹象就是你有可能会过分宠爱孩子，宠爱到一个地步变成溺爱。比如幼小的孩子不愿意吃饭睡觉时，你就会边哄边求的方式 ，please please， 请求孩子跟自己合作。那当孩子渐渐长大，他们要什么你就给什么。现在许多孩子拥有很多的零用钱，喜欢 Starbucks 或者是幸福堂奶茶等等的高端消费。那我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喝但是父母会为了让孩子高兴，会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也会尽量在生活习惯上呢顺着孩子，避免他们不高兴。那第二个迹象呢，就是你有可能成为直升机父母，就是你会 micromanage 操控细节就好像直升机一样，一直盘旋在孩子的上空，围绕着孩子的身边，介入他们的生活，时时刻刻监控他们的一举一动，替孩子安排所有生活中的细节，帮他们做决定。比如说做功课的时间练钢琴的时间妈妈都必须坐在孩子旁边，在过程中呢频频的干涉，确保孩子把事情完成。第三个可能的迹象就是你会 overprotective， 就是过度保护孩子。比如说当孩子在 playground 玩的时候，你最常说的话是不是 no no no， 小心小心。那孩子不小心摔了一跤，你会表现得惊慌失措。当孩子应该可以自己吃饭、穿衣服、收拾玩具，你还是替他们做这些事。生活上不让孩子做家务，
只要他们专心读书就好了。在兴趣爱好上，为孩子安排各样所谓对他好，但不一定是孩子要的兴趣班，生怕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孩子渐渐长大，你也会为他们计划人生。那有一位作者说，现在的父母不但是直升机父母，更是铲雪机父母。这类父母会做什么呢？他们会想尽办法排除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各种障碍，就像铲雪机一样。那第4个迹象，你有可能会对孩子有过高的期望，渴望孩子成功，而且强硬地将自己成功的定义压在孩子身上。你会把大部分的时间、精力、金钱、专注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当孩子在学业、才艺有很好的表现时，你会非常的开心，觉得自己是很不错的父母。但是当孩子表现差劲时，你可能会觉得很沮丧，甚至是觉得孩子让你丢脸。那这些是一些可能的迹象啊，那你自己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和分辨自己的情况。那如果父母做了以上所说的会有什么后果呢？有几个可能的后果，我们来看看。当父母过分宠爱孩子，就会造成孩子以自我为中心，父母会被孩子操控，导致不健康的亲子关系。直升机父母呢，由于他 micromanage 和 overprotective， 孩子就没有机会学习负责任。那由于一路来都是父母替他做决定，到了一天他需要自己做决定时，他不知道怎样做决定，也不敢做决定，没有自信心，不能独立。至于父母对孩子期望过高，会造成孩子心里有压力，要为父母争光，他们会活得很辛苦不快乐。有时候父母因为过分注重孩子的学业，会忽略孩子在其他方面的发展，比如品格的成长，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学习自理的能力和生活技能等等。还有一个我们比较少想到的是，就是当父母把时间、精力、金钱、专注力放在孩子身上，很自然的一个后果就是你会忽略了你和你配偶的关系。那父母要如何才能够避免让孩子成为心中的偶像呢？告诉大家，我们结婚的初期有2次的流产，当时我们心里其实是有一个担忧，将来是否能够拥有自己的孩子。所以好不容易当老大出生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我们是何等的兴奋。而神不单只给了我们1个孩子，他还给了我们4个孩子。对我们来说，这些孩子是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有很大的可能，我们会把孩子偶像化，把我们的快乐、价值、梦想、成就都寄托在这些孩子的身上。是什么让我们没有把孩子偶像化呢？是圣经的话语提醒我们，对养育孩子要有正确的心态。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2个建议，如何避免让孩子成为心中的偶像。那第一个建议就是父母要有正确的心态既然孩子是上帝所赐的产业即赏赐，那上帝才是主人，父母是管家管家的心态呢，就是要按主人的意思，而不是自己的意思去管理我们知道，就是不是照自己的方式、喜好，甚至自己的面子来教养孩子而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和原则，以及上帝给每一个孩子不同的恩赐、才干、性情来发展他们。所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每个孩子都很独特。那我们的老大性格开朗、外向，喜欢交朋友，有领袖的素质。那我们的老二呢，他是性格文静，
对人对事都非常细腻，敏锐人的需要。他特别喜欢跟小朋友互动，小朋友也很喜欢他。那老三呢，头脑很精灵喜欢思考、分析、判断能力强，往往在我们交谈的过程当中，如果什么破绽，他立刻会发现。那我们的老幺呢，活泼好动，充满活力和创意，也善解人意。你注意到吗？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都各有所长。相信你的孩子也是如此。我们的任务是去发掘孩子的特质，然后按着神放在他们生命中的特质，去帮助他们发挥最大的潜能。所以在大学里，我们的老大是修 business management 那目前他是在一间国际的 training consultancy 公司工作需要接触许多不同国家的人他的老板相当欣赏他的工作表现。那老二呢，完成了学前教育学位，现在呢提供 enrichment classes 参与孩童教育的行列当中。那他非常享受自己的工作。三正在读着法律系，老幺也修着他的学前教育系。我们相信神对每个孩子的生命都有特别的计划，他们有上帝为他们预备的道路要走。身为父母，我们不能操纵孩子的一生，而是要引导他们去发现并完成上帝对他们生命的目的。我们要认定自己只是管家，不是主人，并在培育孩子的事上依靠上帝，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仍然安排时间与上帝亲近，向他求智慧和力量，按着他的原则建立孩子的生命。是的，我们来看第二个建议，要如何避免让孩子成为父母心中的偶像。Timothy Keller 说，解决方法不是你爱孩子少一点而是要爱上帝多一点。他说，如果你爱你的孩子胜过爱上帝，根本上你就会把人生的意义和安全感寄托在他们身上，你就会非常渴望他们成功，渴望他们快乐和回报你的爱，他们成为你幸福快乐的最终源头。那这种期望呢，要么把他们推离你，要么把他们压垮，因为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观点我们是认同的。刚才说过，好不容易我们才有孩子，很自然的会希望他们拥有美好灿烂的人生。如果我们爱孩子胜过爱上帝，我们就会要求孩子按照我们的计划来学习、来生活。我们会尝试 overprotect 和 micromanage 孩子，想要掌控一切，以确定所有的事情都按照我们的时间表和方式来成就。表面上我们似乎是为孩子好，其实私底下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梦想、自己的面子，这些都是很自私的想法。那回到 Timothy Keller 那句话，不是要你爱孩子少一点，而是要爱上帝多一点。怎么做呢？由于我们认识也经历神的爱，我们愿意把神放在优先，我们明白自己的价值是从神而来，而不是从孩子而来。我们不再需要借着孩子的成就来肯定自己的价值，我们可以接纳孩子的不完美，不去过分的要求他们让他们有机会从失败当中学习。是的，当你明白上帝是孩子的保护者和牧者，你能够放心的把孩子交托在上帝的手中，相信他会带领孩子走人生的道路，让神成为你心中的满足，成为你的喜悦，而不是期望孩子来填满你心中的渴望。你可以信靠神，在他里面休息，这也是爱上帝多一点的方式。所以作为结论就是如果孩子成为父母心中的偶像，父母的养育方法会很大的可能会伤害到孩子。但是如果父母让上帝成为他们生命的中心，按照上帝的心意养育孩子，
就能够真正的祝福孩子的生命。好，最后这里有2个问题，请大家来思考。第一，身为父母，你是孩子的管家，不是孩子的主人，这心态给你什么提醒和启发？第2个问题，不是要你爱孩子少一点，而是要爱上帝多一点，对你意味着什么？你会做出什么调整？最后，我们要特别介绍给大家全传道会的在家培育主门徒亲子课程啊。那这课程呢，将装备你成为一位好管家，按照上帝的心意和原则来培育你的孩子，使他一生成为跟随耶稣的门徒。所以，如果你有想要进一步的了解可以联络万传道或者是蔡长正传道。好，谢谢大家。如果你喜欢我们刚才的信息分享，请按赞或与你的朋友分享。如果你想要查阅更多的内容，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或在这里看回之前的视频。谢谢你的观赏，再见。